此酒只当天上有，哈哈，世人有口应未尝。哈哈哈！好诗啊，好诗！没有想到大人您如此这般文采斐然，着实让我心生佩服。来，为了您的文采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来，哎，干！哎。哈哈哈！大人果然是气宇轩昂，连酒量都是非同一般，简直是人中豪杰呀！来，为了这个，我再敬您一杯酒。来！大人，喝了这杯酒，能活99。干！99，好。哇，好酒量啊，大人！我们再来一杯。大人，醉了。你们妖猎手段果然阴险，怪不得常言道，妖邪惑心。严旦做的没错，若是你们那些正派的招数管用的话，那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妖出手了。藏限制的法器找到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朱翠山曾经是魔族的领土啊。我看这书上写着，邪神将魔族的力量源泉留在了朱翠山。那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魔像啊？那魔像当中法力高强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是邪神。若魔像源自于魔族，那么柳维阳为何可以吸取魔像的力量？那魔像当中的神秘人法术高强，我们二人皆不是对手，可柳维阳却能与他过招。柳维阳从魔像出来之后，功力大涨，而且施出法术又与神秘人相同。若他是魔族人的话，那一切真相便可以解释了。可若柳维阳真的是魔族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带我们走出魔像，又为何帮你治疗蛇毒呢？这个柳维阳，他既然心情不好，不如趁机灌醉他。一个人去套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去他住所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眼下他避而不见，必然是心有戒备。你如何管他？那就告诉他，有一种酒可圆他心愿，解他心结，让他自饮而醉。什么酒？世上有一种酒啊，名为如愿，是用莲花的根茎而制成。喝了之后，在梦中便会如自己所愿，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情。这种酒我刚好会制。你从哪儿来的莲花根茎啊？你看，那日在沙漠中，你变出根茎救唐周，不慎断下一截，我就一直收着。没想到我的根茎还能酿酒呢，这法子谁教你的？一个心愿颇多，总愿意借酒圆梦的人。如果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可以啊。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灵力，少不得非凡手段。花金族
有此一劫，要怪就怪你们是严旦的族人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花京族领地？你们是花京族的人？正是。我是严旦的朋友，被恶人所害，受了重伤。爷爷，这的确是严旦的花瓣。正是。严旦说，他妖力不足，无法替我根治。他说，花京族的人向来纯良慈悲，博施济众，一定会救我的，便给了我这片花瓣，让我来此疗伤避祸。之前严旦以一己之力救我们花京族于天师之手，这个人情不得不还。来，赶紧把这位姑娘带到族中医治。是。走吧，爷爷。姑娘，慢点。爷爷，你怎么样了，爷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若没有严旦，我便不会来。要恨，你们就恨严旦吧。你是一个凡人，你竟敢吞噬妖元，就不怕被妖化、被反噬吗？我就是要被妖化，只有这样才能变得强大。虚情反噬算得了什么？比这痛苦的，我早已历尽。孩子，快通知大家，逃啊！快逃啊！我不，爷爷。多谢。于墨，你教我施火术吧。我知道，我们花京是属木的，修习火系法术十分艰难。可是这个太实用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受别人庇护了。我也想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昨晚呢，你是一夜未睡，这酒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烧成，不如你先休息，晚些时候我再教你。行吧。现如今，唐州已经寻得3件神器，只差1样神器便可圆满。虽然说我们3人是其乐融融，但是终究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你已经在外面快活惯了，会不会不想回燕兰山了？外面再好，哪有不回家的道理？至于那个小人，不提他了。于墨，水火明明是相克的。可是你们9旗可以同时掌握这2种，
你在画出人参之前，修行是不是非常艰难的？九七族的术法呢，分为7重，前6重皆是水术，需要在最深最冷的水中修炼，而最后1重，则为炎火之术，需要割舍下之前的认知，以炎克寒，自毁修行，方能修炼成火灵。没想到你们上古彝族修出个人参这么难，好复杂。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唯有历经此难，才会懂得取舍，习得涅槃之火，保护心爱之人。若说寒水可以修炼护佑九七，那这身炎火便是割舍自己，剔骨生热，催灵化力，方能护佑心爱之人。燕丹，我把心头轻幕压下，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的自在快乐。如今你喜欢一个人，却要这般痛苦，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夜兰山，再不染凡尘俗世。原来你早已对他生情。酒已酿好，你是送他还是送酒？快送他回去吧。是你。已经送我的东西，为何要拿走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天也要离开我？你为何不说话？莫非这又是梦境？也好，
原来戏折子里说的“情不知所起”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严丹，你冷静一下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一只妖，人家是捉妖师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况且人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梦中人了，论刻骨铭心的程度，你也比不上人家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你们俩早晚都会分开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清醒起来好不好？这可能就是将臣说的体悟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像那些女孩子一样为爱犯傻犯痴。记住现在的感觉，有了这份体验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更好、更感人的折子戏。隐渊，从前我最开心的事，就是跪侍在你座下，即使卑微至此，你又何曾多看我一眼？从今往后，绝不再对你卑躬屈膝。哎，人呢？他没有喝入院酒，昨夜之人是他所化。你说这柳文阳真够奇怪的，他既然有未完成的心愿感到痛苦，为什么有了如愿酒又不喝呢？我们不该信他，他定是隐藏了部分真相，而且他只想利用我们拿到楚墨。他的那番话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他怕是和魔族真的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没想到小仙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昭圣帝君的神器。我们三个呢，
乃是天界的上仙，此次微服出巡，你快把仙旨拿出来，莫再推三阻四了。不过都说这4大神器在大战中陨落了，不知是怎么到了3位的手中啊？帝尊怎么可能让帝君之物遗留在凡间呢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没有声张，你不知道也属正常。之前是小仙有眼无珠，这个限制就在其中，3位尽情翻阅。上仙议事，你且回避。对了，帮我们沏壶好茶过来，走吧。小仙这就去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演得很厉害？看看。长生帝君为杀邪神，以楚墨封魔像，断邪神力量之供给。这个柳维阳既然可以从魔像当中吸取万魔之力，为何还要偷楚墨？之前我听救我的那个小仙说过，楚墨可是万物生，在邪神殿里，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到，他能使枯木复苏。柳维阳一定是想利用楚墨来换回邪神，甚至换回在仙魔大战之中战死的所有魔族。你们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万魔之眼世代相传，与魔像相辅相成，可以吸收万魔之力，并且深嵌在邪神之体，非死不得离身，唯有邪神之血方可破除。这确实是柳维阳胸前的印记。你看，没错，他就是邪神。3位上仙，请用茶。哎，土地公，正好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邪神怎么只有半张脸？你有没有他全貌的画像啊？没有。这邪神战败之前呐，伪装的是淡泊寡欲、滴水不漏，见过其模样的人极少，所以只有这一幅半遮半掩的画像。不必再问了，他定是不想再牵扯到前尘往事。土地公，能否烦请你把所知道的仙魔大战所有的事情一并告知我们？好。这仙魔大战的导火索呀，是一位仙子之死。他叫陶子气，谓之上仙呐。他是天界的使者，频繁来往于仙魔两界，因此也便就认识了邪神。哎呀，这魔族向来狡诈呀。这邪神让陶子气爱上了他，不停地诓骗于他，让他以为魔族从无反心呐。哦，仙魔相恋，还有此等精彩的画本，继续讲，后来怎么了？这哪里是什么相恋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骗局啊！这邪神待到时机成熟，便对外宣称说陶子气要刺杀自己，是仙界率先破坏了6界和平的诺言，这才进行反击，这便是仙魔大战的开始。那这个陶子气到底有没有刺杀他？这不过是邪神的一家之言，一个谋逆的借口罢了。但他杀陶子气的场面，可是万魔亲见呐。
先祖昏庸无能，一直忌惮我魔族势力。我为了族人的安宁，一直选择隐忍、避让，奈何天地老儿仍对吾等赶尽杀绝，竟以和谈为借口，派仙使陶子气实施刺杀之计。硕华长老为救吾，身受重伤，退让无法换来和平，只会让仙族得寸进尺。众将士亲见，吾今日阵前斩杀仙族使节，耻辱过往，譬如今日死。为了我魔族的和平与荣耀，屠尽仙族，一统六界。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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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子气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我之间有话可说。听闻仙魔之战后，所有的魔族战犯皆被打入生死场，而且永不得出夜望川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战犯早已积成一座望不到顶的尸骨山。这魔族战败之后，元气大伤啊！虽还保有魔界部分领地，但也不成气候了。何人求找名利？先天界妙法阁掌事，特求焚心之火，名利加持，重修气灵。半人半妖，若得加持，可能经得住名利反噬。大仇在身，死亦无惧，何惧反噬之苦？求者心诚，却灵力平平，有何法宝配与我攻锋？我为帝君仙灵而来，承旨，我愿奉上半数仙力，待之。以身修为，自愿由你吞噬，死而无憾。甚好！颜淡，殷渊，我定要你们付出比我痛苦100倍的代价。吃吧。这么丰盛，干嘛？担心我们明天去找柳微阳会九死一生啊？颜淡，若柳微阳真是邪神的话，他偷走楚墨，
定是想以此凝聚魔族昔日兵马的魂魄，再次向天界发难。我跟唐周商量过了，此行异常的凶险，所以你留下等消息吧。唉，我就说你俩下午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想上来将我撇下呀？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3人当中呢，就属你灵力最弱了。这要是打起来，你就是拖后腿的那一个。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跟班了，我现在每日都潜心的修行，我连火术都会了，我灵力更胜从前了，真的。好，你最厉害，行吧？当然了。燕丹，邪神有上神之力，我和于墨都未必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前去阻止他，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，所以还是得需要你去帮忙，上报给天界。如果战事重启的话，3界很有可能会生灵涂炭。这果然就是个诀别宴，可我就是个莲花精，我哪上得了天呢？那个土地公是神仙啊，你们把这活交给他，让他去通风报信就好了。严丹，我好歹浑身是宝，如果你们受伤了，我可以救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就要患难与共，如果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你们现在说不认我这个朋友就可以。喂，严丹，依你便是。这就对了嘛，今天咱们多吃点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。来，我把我的花童泪都给你了，你也来点。他醒来后，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，又要骂人了。只要他能安全一世，怎样都好。叶忘川曾困了你800年，我不会再让你回那儿受苦。